独居女孩一觉醒来，一个陌生男人竟然躺在自己身边，女孩被吓得上不来气，她奋力将男人推下床，男人并没有生气，只是立马站了起来，然后接着又一个转身蹦到床上。这个女孩叫恩熙，她已经瘫痪在床20年了，这些年她已经习惯了被人欺负，小混混们翻窗户进来，然后在家里嬉戏打闹，接着毫不客气地上了床，躺在恩熙身边，然后说起了恶心的话。就在想要深入交流时，突然传来了开门声，他亲吻了恩熙的额头，然后不舍得离开。这样的事情几乎天天都在上演。开门进来的是社区护工太英，看着是个和善的女人，但她其实也不是什么好鸟。一进门就将音响声开到最大，接着一个大嘴巴就扇了上去，可怕的本性暴露无遗。주워봐. 코 앞에 떨어지는 거 너무 중요해. 안 왔어? 最可恨的是，他还在残疾人面前蹦迪，一张臭皮囊下藏着一颗腐臭的心。为了能在社区混个一官半职，太英甚至将领导带到家里，然后让他给恩熙做足疗，美其名曰是帮助恩熙康复，其实背地里做的都是一些肮脏的事。无奈恩熙不能动弹，所以只能逆来顺受，默默忍受一切。恩熙每天都要面对这些禽兽的折磨羞辱，直到深夜他才能缓缓入睡。等他睡着后，又一个男人趁机钻进他的被子。熟睡的恩熙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直到第二天醒来，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。男人并没有对他做什么坏事，接着搬来桌子，然后一把掀起女孩身上的被子，将她抱起并强行按到椅子上，然后熟练地解开裤腰带。恩熙顿感不妙，拿起饭桌上的叉子就要刺她，结果却被男人一把推倒在地。等到再次被抱起按到椅子上时，她已经不敢再有反抗了，只能任由这个陌生男人捆绑自己。家里突然出现陌生男人，而且当着自己的面就宽衣解带，女孩瞬间就慌了。她拿起叉子想要反抗，结果被男人一把推倒，将她抱起后抽出腰带，然后将她死死地绑在椅子上。这时恩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男人是想让她像个正常人一样可以坐着吃饭。开始女孩不敢开口吃，因为她并不认识这个男人，但是许久没有见过肉的她肚子早已饥肠辘辘，她一把夺过盘子开始大口吃了起来。饭后男人将她抱进浴室想帮她洗澡，虽然他有些粗暴，但恩熙看得出来这个男人是真心对自己好。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好，那这个男人为什么要照顾瘫痪女孩呢？他叫江宇，是刚出狱的杀人犯，另一个身份是恩熙的叔叔，因为身患绝症才被提前释放回家。这天夜里，小混混再次翻窗户进来欺负恩熙，但这次女孩不再害怕，因为这个男人会保护她。江宇拿起吉他对着男孩就是一顿毒打，随后还用木板将窗户钉死。之后的日子，他更加细心地照顾女孩，每天给她擦拭身体，做各种美食，这也让恩熙第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可好景不长，因为江宇的出现，社区护工不能再私吞女孩的救济金，因此他们以男人曾经杀过人为由，强行要将他赶走。他们的对话被恩熙听到，他知道了男人的真实身份，但他坚决不同意赶走叔叔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男人真心对他好。最终江宇如愿留了下来，二人开心地度过了一段时光。可是这天一个警察的出现，让一切都回到了开始。他威胁江宇说，如果再不走就把你杀害恩熙母亲的事告诉他。在考虑许久后，他还是决定离开这里。在离开前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，看到叔叔收拾好的行李，恩熙瞬间就明白自己要被抛弃了，大喊一声将桌上的饭菜推到地上。他只能用这种方式宣泄内心的痛苦，而叔叔前脚刚走，他就再次陷入暗无天日的生活。深夜，陌生男人走进瘫痪女孩的房间，一把掀起被子，然后只身站在床前。女孩瘫痪在床20年，而这样的事情几乎天天都会发生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的门被打开，原来是女孩的叔叔。他并没有离开，而是一直在暗中保护女孩。江宇狠狠地将她打倒在地，然后用尽全力剁碎了她的脑袋。事后，叔叔说出了事情的真相。原来在恩熙小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因为车祸去世，为了照顾哥哥留下来的遗孀，叔叔从外地回来主动照顾他们，但村里的男人都须于母亲的美色，于是故意制造江宇和嫂子的谣言，到最后多人直接将女人欺负，而女儿目睹了这一幕，为了保护侄女，江宇告诉恩熙要装成瘫痪，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不能说。女孩听懂了叔叔的话，没想到这一装就是20年。说完后，江宇冲下楼去救嫂子，他眼睁睁地看着嫂子被杀害，害怕事情泄露，这群罪犯割断了江宇的喉咙，然后被当作替罪羊送入监狱。如此恶毒的罪行之所以没被揭穿，是因为这群人里面有那个警察。此刻事情真相大白，恩熙决定展开复仇计划。他穿上新衣，换了新的发型，叔叔取掉了窗户上的木板，这也意味着他们要彻底和过去告别。此时恰好护工赶来，这个恶毒的女人欺负了他多年之久。恩熙二话不说，直接一杯热水泼在了脸上，然后用画笔在脸上作画。这时村长还想着占恩熙的便宜，他大叫着让恩熙开门。就在这时，满脸丧尸花印的护工冲了出来，吓得村长摔倒在地，当场跪地，接着让女护工骗来了他的领导，然后让他直接捡了男人的兄弟，这应该算是罪有应得吧。当然还有那个颠倒黑白的警察，不料他竟然主动送上门。叔叔拿起小刀送他7782刀，至此所有欺负过自己和母亲的人都解决了。恩熙大仇的报
就在要离开时，叔叔突然口吐鲜血倒地不起，看来叔叔的身体已经不行了。最后，江宇离开了。恩熙打开了那扇尘封已久的窗户，温暖的阳光瞬间照亮了他的生活。他不再选择装瘫，而是勇敢地站了起来，走向了全新的生活。